来，你看，这是大枣补血的，这是核桃补脑，孩子学习用功啊。这是我给他炒的花生，那边可能没有啊。这是红薯干，他小时候最爱吃的。爸，爷爷这是干什么呀？去首尔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在整我气。爸，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钥匙、手机、皮带扣这些金属东西提前拿出来，你怎么就是不听呢？要是耽误了静怡在首尔的夏令营，你负得起责任吗？哎呀，我这不是怕静怡出去以后吃不习惯，别再闹坏了肚子，特意给她带了些特产，这一忙啊就给忘了。不是我说你爸，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呀？这静怡现在是大学生，谁吃得了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这到了首尔，不得被同学笑话啊！착하지 말만 두지 마. 내 할아버지는 그냥 시거 촌득게 야.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家就像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他们有什么不方便和我说的，就开始用韩语交谈。 엄마, 할아버지 이렇게 하시면 너무 창피해요. 정말 파국이다. 그와 같이 꽂지 마시오. 어차피 다 깨를 거야. 괜찮다. 한계야, 집에 텔레카트는 나의 콜카트인가요? 爷爷，你会韩语啊？ 내가 우리 도미께 팬큰 말람 파브가 요크는 말람 교냐? 내가 집게 내가 히라부키야. 爸，你别误会，静怡她这是在背单词，对，背单词。背单词，真是可笑。老头子，我现在还没有糊涂呢。这些年，我是又当爹又当娘，费尽心思把你们拉扯大，你们就这么对我吗？还有他们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难道你就不管吗？在你们眼里，我这老头子就这么没有用吗？林洪江，你别闹了行吗？这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你知不知道这次夏令营对静怡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爸，美凤说的对，这次静怡能不能拿到首尔的交换生名额，全看这次夏令营的表现，能不能懂点事儿，别在这添麻烦了。各位旅客请注意 ，K336航班未登机的旅客，请立即前往25号登机口，飞机将在3分钟后关闭舱门。哎呀，爸，就剩3分钟了，怎么办呀？我要是赶不上这班飞机，我的韩国交换生名额就没有了。这不还是怪你爷爷，这身上不知道带了什么违禁品，到现在都过不了安检。林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你别让这个老头子影响了静怡的发展前途。爸，我来帮你。哎，林敏，你这干什么？林敏，你这干什么？我要看看你到底带了什么违禁品。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怎么就是不听呢？起开！哎，这什么呀？这是？哎，你干什么你？哎呀，别翻了！哎呀，别翻了！怎么了？这是？不知道，我看看吧。好了，别翻了！一股味，这什么呀？这是？哎呀，拿走！哎呀，你可这可是吃的，你怎么？哎呀，哎呀，这也没有金属制品，这到底怎么回事？肯定在他身上。林斌，把他的衣裳给扒了。哎，林斌，你想干什么？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当着这么多人面脱衣服？林洪江，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面子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次对静怡有多么重要？你要是耽误了航班，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爷爷，不就让你脱个衣服吗？你那老脸值几个钱？再说，能有你孙女我的前途重要？儿啊，你跟我说实话，你也是这么想的吧？美凤都已经说了，让你脱你就脱，怎么这么矫情？好，我脱，我让你们看看我身上有什么。这家人真不是东西。脱了，脱了，快备证，快备证！快看，背上是什么？
爸，你身上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啊？看着真的是恶心死了。爸，咱就不能不带他吗？哎呀，算了算了，留他自己在家也饿不死。这航班马上起飞了，赶紧进去吧。去。不好意思，老爷子，您的安检尚未通过，请您再次配合我们检查。怎么样？检测出来是什么？是弹核，他的体内有33颗子弹碎片。什么？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弹片啊？因为我上次去首尔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叫做汉城。秀芬啊，你走了32年零4个月了，咱们儿子也长大成家了，他们现在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老头子了。是啊，是我没有用，没有教好我们的儿子，是我没有用，当时没能把你留住。爸，他们想要钱，我就满足他们这最后一个愿望。媳妇儿，我答应你的都做到，你再等等我，等我去找你。哎。喂，陆秘书长。会长，真的是您？通知下去，1小时后启恒商会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副会长以上人员务必到场。是。所有人，跟我去启恒商会，恭迎会长莅临。是。您好，我找陆征。找我们陆秘书长，有预约吗？不用预约，他知道我是谁。切，哎，想见我们陆秘书长的人可多了，我还能谁都让进？你不是林静怡的爷爷吗？你来干什么？还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我们这里可不收农副产品。嗨，姑娘，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来找陆征的，麻烦你通报一下。切，通报个屁！静怡都跟我说了，你就是个乡下来的糟老头子。我们陆秘书长是什么身份啊？启恒商会的2把手，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好，既然你不愿意通报，那我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上去找他。哎，你站住！别在这影响我们商会形象，拿着你的破袋子给我滚蛋，不然我可就要叫人了。保安，赶紧把他给我撵出去！疯疯癫癫，还要见我们陆秘书长，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干什么？放开我！住手！住手！雪莉莉，你干什么呢？陆秘书长，你怎么来了？这个老头他非要硬闯，我不过是说了他几句，他还不肯走。我也是为了咱们商会的安全着想啊！为了商会的安全着想，你知道他是谁吗？抱歉，会长，是我御驾无方，让您受惊了。陆秘书长，您叫他什么？会长，他是启恒商会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终身荣誉会长。当年若不是会长白手起家，带领我们浴血打拼，哪会有今天的启恒商会？居然连会长都敢！我看你是活腻了。来人，在。哎，算了，小姑娘不懂事，不用跟她计较。好的，会长，您这边请。就是啊。喂，丽丽，庆姨，我跟你说件事情，你爷爷是启恒商会的会长。你说什么？我爷爷是启恒商会的会长？你说什么？我爷爷是启恒商会的会长？哎呀，摇这么好啊！哎呀，哎呀，哎，嘿嘿，你看，来，爷爷给你买棒棒糖，给你钱，好不好？来，棒棒糖可以买4个。
丽丽，你指定是看错了。我爷爷全身上下加一块不超过50块钱，怎么可能是启航商会的会长？是啊，丽丽，你是短剧看多了吧？那老头儿精神就有问题，说什么你可别信啊！行了，关了啊。你说可笑不可笑？说你爸是启恒商会的会长，他又是启恒商会会长，那我还不得是王母娘娘呢？行了，咱别提他了，咱们赶紧去酒店休息。明天一早呀，经理还要去夏令营报道。好，走。会长，据统计，您名下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在海外拥有商业地产共计172处，海外还有3座油田和5座矿山的开采权。更重要的是，启恒商会掌控着南省1半以上的物流通道和金融市场份额。只要您一句话，足以让整个南省商界变天。当年国家刚刚发展，百废待兴，我创立集团本意也是为国家赚取外汇，持有资源。林斌现在这个样子，没法带领集团继续走下去了。罢了，我最后再给他一笔钱，尽最后的义务吧。集团上交国家，我的事儿也就都没有了。陆秘书长，我原本打算培养林斌，带领集团继续为国家服务，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这样吧，明天启恒商会的投资会，我会准时出席。在会上，我会宣布留给林斌一小部分资产，剩下的资产全部上交国家。是。什么？启恒商会的投资会，会长将亲自出席？快去准备厚礼，我要亲自将沈家祖传的千年人参送与会长大人。是。哎呀，会长归位，乾坤易主。去，把我那对金睛雄狮取来，我要亲自献给会长，以表示我对林氏家族的诚意。是。啊？什么？师傅他老人家决定回归会长之位？太好了！当年他在海外打拼，创立了首尔清溪大学之后，决定回归家庭，指派我在韩国替他打理一切生意。如今20多年过去了，终于能再次见到他了。快，立刻给我订最早一班飞往南省的机票，我要亲自去拜访他老人家。是。哎呀，少玩点手机。美凤、静怡，赶紧收拾东西，咱们现在立刻回国。回国？咱们在首尔待得好好的，干嘛要回国啊？就是啊，爸，我这夏令营还没结束，现在回国，我的学业怎么办啊？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跟你们说，启恒商会的投资会就在明天召开，商会会长要亲自参加。什么？你这消息可靠吗？可靠。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呀？什么商会会长？跟咱家有什么关系啊？哎呀，静怡，你不知道，这些年启恒商会只在境外投资挣钱，这唯独国内每年给你爸一笔投资，这很明显，启恒商会是看得上你爸妈的能力，是把咱们当成未来接班人培养啊。没错，商会会长他深具简出，这么多年来，别说见他本人了，就连他的真实身份也无从知晓。这次他突然宣布要亲自参加投资会，这绝对是南省商界的头等大事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必须要把握。现在立刻回去，咱们必须要拿到这次投资的名额，这样咱们一家人就可以一步登天。那我的学业怎么办啊？静怡，你傻呀！只要能讨好那位大人物的欢心，什么国外推荐信拿不到啊？有道理呀！那这次投资会我一定好好表现。收拾收拾，快走！恭迎会长！林斌、曹美凤、林静怡，在你们眼中，我只是被你们呼来喝去的糟老头子，是可以被你们随意丢弃的累赘。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脱下那身破旧衣裳的我究竟是谁。出发！是。老公，
今天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你给会长准备见面礼了吗？放心吧，咱家书房那套元代青花瓷茶具，我可是托了很多人才淘到的珍品，价值连城。我已经给我爸发过信息了，让他给咱们送过来。好。爸，我爷爷那人根本就不靠谱，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呢？说的也是，你爸这个人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戒了，这要把这么贵重的茶具交给他，弄丢了怎么办？放心吧，他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正好让他回老家。说的也对，他要敢挡我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他。对，到时候就让他滚回乡下，永远别来烦我。哎，你们快看，这可是南省唯一一台3标的迈巴赫，这可是启恒商会会长的座驾。太好了，我们能见到会长真容，真是3生有幸。爸，怎么了？你们快看，那是我爸。怎么可能？你爸大字都不识几个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会来这么高端的投资会所，还开这么贵的车？就是啊，爸，你肯定看错了。我爷身上连件相应的衣服都没有，怎么可能穿那么贵的西服？说的也是，哼，可能是我太激动，所以眼花了。美凤、静怡，咱们赶紧进去吧。走，走。林总，恭喜恭喜啊！听说你每年都能拿到启恒商会的投资啊，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是啊，林总如此年轻就能得到老会长的青睐，真的是可喜可贺。待会儿啊，可得帮我们好好引荐引荐。好说好说。这些年呢，启恒商会持续给我投资，说白了就是看中了我的能力和前景。今年的投资，我也一定势在必得。林总真是年轻有为啊！不知林总这次给会长他老人家准备了什么见面礼啊？对啊，林总的礼物啊，一定是非同凡响啊！大伙儿们都等着好好开开眼界呢。不着急，等会儿呢，等会长大人来了，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好好好，来。哎，老公，你爸怎么回事？这都这个点儿了，什么时候把给会长的见面礼给咱们送过来啊？这老头子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快点，让他赶紧送过来。来，喂，什么事？喂，爸，你在哪儿啊？在干什么？我做什么？好像用不着跟你们汇报吧？哎，你这是什么话？我好心关心你一下，你怎么跟吃了枪药一样？你看一下信息，赶紧把家里那套青花瓷茶具给我拿过来，我急着用呢。抱歉，我不在你们家，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回那个家。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美凤和静怡不就是说了你2句吗？你至于这么记恨吗？我只让你帮一个小忙，你倒好还摆起架子来了。林洪江，你吃的穿的住的哪样不是我们给你的？让你帮个忙推三阻四的，有你这么当长辈的吗？你们说完了没有？爸，我爷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不就让他送个东西吗？磨磨蹭蹭的，居然还敢顶嘴，真是不像话。爸，咱不胡闹了行吗？你赶紧把东西给我送过来，等今天事成之后，我给你买新衣服，我给你钱还不行吗？那边我送你们一句话：前倨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林洪江，你真当我们求着你了是吧？这个事情你爱帮不帮？别到了你躺在病床咽气的时候，你再来求我们。爸，你再这样不识好歹，就别怪儿子我不客气了。今天投资会之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从此我们父子俩再无瓜葛。启恒商会会长到。你们是在跟我说话吗？爸，怎么是你？
你是启恒商会会长？怎么，你很惊讶？哎，老婆，你犯不着跟爸生气，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能不能跟你爸说一下，下次吃饭不要吧唧嘴，弄得我自己都没有胃口，我怎么吃饭啊？爸他年龄大了，这些事情没有注意到。还有，你爸上厕所能不能让他冲一下那个水？都熏到我了。家里还有个女人，他难道不知道吗？老婆，这些事情不要跟我爸太计较了。你要是觉得有些话你不能说，那我去跟他说。要么这个家没他，要么这个家就没有我。好，我知道了，我等会儿就去给他说。你别再等了，现在就说。你要能过咱就过，不能过咱们现在就离婚。我去找他说行了吧？你这是开玩笑吧？资助我20多年的启恒商会会长，竟然是你！什么？这位老爷子竟然是启恒商会的会长，果然是气质非凡，老当益壮啊！这个老会长啊，深居简出，多少金融大鳄都想见上一面。咱们呢，今天好好敬他一杯。来，走。哎，你们搞错了，他是我爷爷，怎么可能是什么会长？是我们亲自把他从乡下接到城里，他什么身份，我们能不知道？对，是我们给会长准备的见面礼，这不叫他过来送一趟，是吧，老公？对，各位都是误会啊！爸，拿过来。你让我拿什么？见面礼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从家里给我拿过来，那个是我送给会长的贺礼。你快给我呀！我想你是搞错了，我说过，那个家我不会再回了。你说什么？谢，你别胡闹！你今天来不就是为了弥补你的过失，让我们全家原谅你？行了，静怡说的没错，这里不是你发育的地方，这个东西是给启恒商会会长的，不是给你的。你现在占为己有，我跟你说，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会长了吧？你说的没错，启恒商会会长就是我。什么？就你启恒商会会长？哎，你在这乡下待了大半辈子，这大字都不识几个，还敢冒充商会会长？我看你是老糊涂了。怎么，你们不信？信，我们信你奶奶个腿儿！林斌，我看你爸是疯了。如果让启恒商会的人知道，恐怕你的投资都泡汤。爷爷，我们平时对你是有意见，但你也不能凭这种谎话让我原谅你。你这样只会让我们更加看不起你。原谅我？我需要被你们原谅吗？换句话说，你们怎么对我，我还需要在乎吗？哎，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就觉得在家里得不到重视，来这儿演这出戏吗？林洪江啊，林洪江，你这也几十岁的人了，你也不嫌丢人啊？爸，你别再闹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可是启恒商会的投资会，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咱们？你现在闹这么一出，让咱们家怎么下得来台吗？你还知道这是启恒商会的投资会？那好，我今天就告诉你，从今天以后，你再也得不到启恒商会的投资了。说什么？也就是说，锦城科技从今天起永远被踢出启恒商会的投资名单。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看看新闻。哼，看就看，我就不信因为你的一句话就能把我们踢出启恒商会的投资名单。锦城科技永久被踢出启恒商会，这怎么可能？你们快看，启恒商会公布了新一年的投资名单，里头真的没有锦城科技。是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林斌不是会长面前的红人吗？我看啊，8成是林总哪个地方得罪了会长。启恒商会的投资说断就断，锦城科技这次啊，怕是要凶多吉少了。得罪？哎，老公，这肯定是启恒商会知道你爸的所作所为，所以才不给我们投资的。赶紧让你爸别闹了。是啊，爸，爷他竟然冒充商会会长，再不把他赶出去，咱们家就真的没有退路了。去啊！爸，你想要什么？你可以跟我说呀。你为什么今天要闹这么一出？赶紧走吧！对不起，我不会走。如果我走的话，这个投资会将会很难办下去。林洪江，你还没完了是吧？林洪江，你没完了是不是？
你现在对林斌的事业带来了阻碍，你心里不清楚吗？你非得把你儿子逼得山穷水尽，你才甘心呀！爸，今天是会长回归的重要日子，到时候沈家、谢家2位家主肯定都会来拜见。再让他这么胡闹下去，咱们林家只会得罪更多的人。老公，这静怡说的没错，这2大家主做南省数10年，这要是在会长面前美言几句，那咱们锦城科技就还能有挽回的局面。是啊，爸，一旦爷爷做的这些糊涂事被2大家族知道了，咱们林家在南省名气那就彻底臭了。要不给他点钱，让他赶紧走吧。爸，你今天闹这么一出，真的是太不像话了。不就是想要钱吗？好，我给你。500够了吧？你赶紧拿着这些钱回老家，以后再也不要来祸害我们。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今天来是找你们要钱来了？不然你来干什么？一个乡下老头子，不是图钱还图什么？赶紧把钱给捡起来，别在这丢人现眼。就是，你知道这500块钱够你在乡下花多久？还有什么不知好歹？别到时候真被赶出去了，你这张老脸往哪搁呀？好啊，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好儿媳。如今你们可真气派。不过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林洪江绝不是什么叫花子。你说什么？爸，事到如今你还要嘴硬吗？我知道了，你嫌钱不够是吧？好啊，我再拿给你，我拿给你。1000够不够？2000。3000够不够？啊，这太过分了！爷爷，这下你满意了吧？你辛辛苦苦大半年，你都不一定能赚到这3000块钱，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捡起来！就是，别在这装模作样，赶紧把钱捡起来，赶紧滚蛋！小斌、美凤，你们已经成家了，买房子的钱，爸给你们准备好了。爸，这不是您的退伍补助吗？不行，这个我不能要。是啊，爸，这钱您留着养老吧。嗨，我这有手有脚的，干什么不能挣钱呀？再说，我要是老了，你们还真能不养我？那不行。谢谢爸。爸，您真好，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敬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不就是为了钱吗？还在这装模作样，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刚才不还嘴硬说自己不是叫花子，现在不还乖乖把钱捡起来了？爷爷，你刚才那股硬气劲儿去哪了？这些钱我1分都不会要。我林洪江还没有穷到靠你们撒钱来苟活的程度。老东西，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装？要是耽误了林斌的好事，我跟你没完！爸，你这么重要的时刻，别再纵容爷爷胡闹了。到时候那2位家主来了，可就真的不好交代了。去。林斌，你干什么？爸，你既然这么不念父子情面，只好把你请出去了。给我走，给我走！住手！糟了，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糟了，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事。2位家主，你们怎么现在就来了？启恒商会会长回归，谁敢怠慢？林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站在会长面前？还不赶快滚一边去！啊，是，请2位再给我1分钟的时间。爸，不管你恨我也好，怨我也好，就算我求求你好不好？你先到一边去，别惹怒了2位家主。林洪江，你冒充会长都已经引起众怒了，如果你还有点良心，就赶快走，别拉着我们给你陪葬。你们2个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我今天就站在这儿，哪儿都不去。林洪江，你什么意思啊？你故意的是吧？林斌，赶紧把他给我带出去！慢着，请问你们谁是林先生？我就是。陆秘书长告诉我们，林先生就是启恒商会的会长。恭迎会长回归南省，我二人特备此薄礼，望会长笑纳。什么？我爷爷竟然是启恒商会的会长，这怎么可能啊！爸，您居然是启恒商会的会长，居然真的是他！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过呢？让我告诉你，我很庆幸当年没有告诉你真相，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听我解释。哎，老公，不用解释，他爸根本就不是会长。两位家主，你们千万别被这糟老头子给骗了。你说什么？我们被骗了？没错啊，你们接到消息，启恒商会会长姓林，没错吧？没错，这是陆征陆秘书长亲自告诉我的，这还会有错？当然是真的。可你们看看，这林洪江啊，从头到脚哪点有会长的气质啊？我明白了，哼，现在事情的真相已经非常清楚，启恒商会的会长就是我爸林斌。哟，这还说得过去，可真不像。静怡，这种事可不能瞎说呀。放心吧，爸，你之前啊每年都能拿到启恒商会的投资，而且就连咱家那套别墅也是启恒商会赞助的，这就说明启恒商会非常认可你的胆识和能力。没错，这今年咱们家没有拿到投资，这启恒商会的老会长是有心了，这要把商会的位置让给你啊！而且陆秘书长口中说的林先生，老公就是你呀！我的妈呀，原来林总是启恒商会的新任会长啊！他可真是藏得够深啊！难怪锦城科技每年都可以获得投资，原来啊，林总是要继承新的会长之位啊！是啊，现场恐怕也只有林总能配得上陆秘书长叫他一声林先生了。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说我今年怎么没有收到启恒商会的投资？原来老会长是把我当接班人培养啊！就是啊，爸，以后啊，只有别人找你投资的份儿，咱们林家再也不会被别人欺负。哎，两位家主，你们是来送礼的吧？你看，会长就在你们面前，还愣着干什么？恭喜林总升任会长！我沈家愿献上1000年人参，祝会长龙精虎猛，再创辉煌。我谢家这一对狮子，愿保会长和启恒商会财源广进，根基永固。二位家主有心了，以后呀，咱们就是一家人。以后咱们要多多合作，相互照顾。来，二位，请。请。爷爷，现在你没话说了吧？我爸才是真正的会长，你不把我们家放在眼里这件事，我们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冒充会长这件事，必须有一个交代。没错，你最好赶紧给启恒商会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让我给你们道歉，你们也配？林斌，就凭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你吹捧一番，你就真以为自己是会长了？老东西，你什么意思啊？这林斌不是会长，难道是你呀？没错，爷爷，我们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可你也不能因此就颠倒黑白吧？不就是让你道个歉吗？有什么好矫情的？爸，说句话呀！爸，不就是让您跟启恒商会道个歉吗？您就别抻着了。这个歉你要是不道，影响了我这个新任会长的声誉，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林斌呀，林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启恒商会会长之位，岂是你这种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人能做的？说什么？我忘恩负义，我是非不分？你可别忘了，这些年一直是我养着你，好不好？咱们两个究竟是谁忘恩负义？究竟是谁是非不分？没错，你吃我们喝我们的，我们也对你不薄吧？你这么不知好歹，你非得毁了林斌的前途，你才甘心是吧？爷爷，你要是还有点良知，就赶紧给启恒商会承认错误。这两位家主还看着，你非要让我们林家成为整个南省的笑柄吗？爸，这不让人看着，这件事
也该有个了结了。没错，这如果你爸不道歉的话，那咱们家就跟他断离关系。就是，爸，这启恒商会既然选你为新任会长，肯定待会儿就把任命书给你送来了。没错，一会儿任命书给你送过来了，你还没有跟这个老东西断绝关系，那咱们就麻烦了。爸，既然你执意不肯道歉，那就别怪儿子我不孝了。这张照片你记得吗？这是我刚把你接回城里住的时候，我们一家4口拍的唯一一张合影。现在这一切没有意义了。等等，林斌，你真的决定要跟我断绝关系？哼，事到如今，我有什么可想的？那时候你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心齐，日子就会越过越好。可是现在呢？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为了你那点莫名其妙的虚荣心，竟然冒充会长，毁了我的前途。没想到你竟然执迷不悟到了这种程度。也好，既然你不后悔，我也没有什么好劝你的了。好，大家都听着，林斌跟林洪江今天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父子2人再无瓜葛。美凤，快出来，爸来了。来啊！要不是你那5万块钱呢，我跟美凤也不可能在城里买房子。以后呀，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爸，哎呦，这是静怡吧？哎呦，真可爱呀！林斌、美凤，我知道你们手头紧，我这里还有3000块钱，你们拿上，嘿嘿，就当是给静怡的见面礼。这怎么好意思啊，宝贝，叫爷爷。爷爷，哎，爸，你对我们好，我们都记在心里，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今天，咱们就拍一个全家福，以后咱们家一定越来越好。1、2、3，茄子！好，很好。这20多年来，我隐姓埋名，无非是想看看你能否守住本心。没想到你还是被这外面的浮华世界迷住了双眼，连生你、养你的父亲都如此践踏。老东西，你在说什么呢？我们早该这么做了。像你这种不知好歹的东西，根本就不配做林斌的父亲。没错，爷爷，这都是你逼我们。待会启恒商会的任命书送过来，你就等着后悔去吧。按你们的如意算盘，恐怕是要打翻了。启恒商会送给你们的不会是什么任命书，只能是冻结你们资产的律师函。老东西，你脑子被门挤了吧？在这说什么胡话呢？那2位家主都已经给我们献礼了，这任命书马上就给我们送过来。就是啊，爷爷，你以为你是谁呀？还冻结资产？等会儿任命书一送，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林斌，好好收拾收拾，这咱们以后啊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等一会儿启恒商会就会把任命书给你送过来了。美凤，哎，静怡，还是你们对我好，不像某些人，心里面只有他那点虚荣心。你们放心，等我正式任命为会长，我一定会给你们更好的生活。请问哪位是林斌啊？我是林斌，您一定是启恒商会派来的，来给我送新任会长的任命书是吧？林斌先生，您误会了，我今天过来是要给您送律师函的。您名下所有的房产和财产已经被全面冻结。什么？收回帝豪庄园105号别墅，这不是我们家的房子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哎，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这套别墅是启恒商会赞助给我们的，你们凭什么收回啊？抱歉，根据资料显示，收回你们房子委托方正是启恒商会，另外你们其他的一切财产也一并被收回。这上面盖的的确是启恒商会的公章，这么说启恒商会真的是要把我们的资产全部冻结？怎么会这样呀？可我爸不就是启恒商会会长吗？现在你们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林斌、曹美凤、林静怡，你们现在住的别墅还有使用的资金，哪一样不是我暗中资助？可你们倒好，趋炎附势，不逆不孝，甚至还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如今资产被冻结，这只是你们为自己的愚昧和贪婪付出的第一步代价。爸，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你真的是启恒商会的会长？我是不是这个会长，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自从你与我断绝父子关系，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你把话说清楚，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这一切就不重要了？就是爷爷，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玩小孩子的把戏。我看我们家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啊！我明白了，这一开始你冒充会长，就是想毁了我们家。林洪江，你安的什么心啊？我要毁了你们！我要真想毁了你们，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让你们拿到启恒商会的投资。到现在你还口口声声说启恒商会是你给的投资，那好啊，拿出证据。没错，爷爷，你说自己是启恒商会的会长，还说我们家的一切都是你给，那你就拿出你是会长的证明。要是拿不出来，就说明你一直在撒谎，我们家的脸面都是让你丢尽的。很好，你们要证据是吧？那我现在就给你们证据。启恒商会陆秘书长每年都会以集团的名义给你们一笔投资，他的电话你们都知道吧？那你们看好了，这是什么？你们看好了，这是什么？这陆秘书长是什么人物啊？他怎么会有陆秘书长的电话？是啊，我们久居南城多年，想获得陆秘书长的联系方式，简直比登天还难。难不成这老爷子真的是启恒商会的会长？既然你们还不相信我，那我现在就给陆秘书长打电话，让他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喂，会长，陆秘书长，是时候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们吧。是。你干什么？会长，会长。林洪江，你的戏该演完了吧？你也不照照镜子，自己是什么身份？你这从乡下来的糟老头子，你也配有陆秘书长的电话？就是啊，给他关机。你知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让你知道，你的伪装该彻底收场了。你以为你随便存个电话就能冒充商会会长？会长那边的电话怎么会突然断掉？啊，难不成是投资会那边出事了？小刘，咱们的人是谁在投资会那边主持事务？陆秘书长，今年主持投资会事务的是新上任的常务理事丁德胜。丁德胜，就是刚被会长提拔成常务理事的那个丁德胜。是。好。喂，丁德胜，我是陆征。陆秘书长。是我。你现在立刻赶到投资会，要是发生任何对会长不利的事，你给我马上滚蛋。是。我身为常务理事刚满1周，从未见过会长真容，今天机会终于来了。叫上所有兄弟，我看谁在这跟会长过不去，就扒了他的皮。是。爷爷，你的戏还能演下去吗？被人拆穿的感觉很难受吧？林洪江，到现在都没有半点证据，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根本就没有证据。林斌，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他滚蛋！就是啊，爸，爷爷在这里已经引起众怒了，要不是因为他，咱们家资产能被冻结吗？为什么把我害到这种地步？真是瞎了眼，竟然对你还有一丝幻想。现在证据确凿，你就是个冒牌货。怎么，你们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还是让我找证据吗？好，我就拿给你们看。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这是什么？这是代表启恒商会行使权力、履行重大责任的公章。可是，这公章不是只有商会会长才有吗？爸，他怎么会在你手里？我怎么会有？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林斌，你还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真的是启恒商会会长？这么多年，你隐姓埋名，
启恒商会的投资、别墅，还有那些资产，都是你给我们的。不会，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什么他娘的公章，一定是假的！林斌、静怡，这律师函上的公章就是启恒商会的公章，我倒要看看林洪江手上的这一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什么玩意儿？这字体完全都对不上啊！你这一枚一定是假的啊！爷爷，你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拿一个假章来骗我们呢？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真的拿一枚假公章来糊弄我们？这不是我们启恒商会会长的暗章吗？这谁扔的？请问这位先生，你是哪位啊？这是我们陆秘书长身边的大红人啊！哎呦，丁律师啊！哎呦，真是久仰大名。咱们的丁律师真的是一表人才啊！这枚公章是你们谁扔的？对公章不敬，就是对商会不敬，给我站出来！这个公章跟律师函上的公章字体完全不一样啊！那我就告诉你们，启恒商会的公章分为明章和暗章，这枚就是会长专用，用于签署最高指令的暗章。什么？那如果这个暗章是由会长亲自保管的话，那我爷爷是从哪弄来的？老头，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说我们商会会长的暗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哼，原来是你偷的。丁律师，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对。好，我们现在就让他给启恒商会道歉。拍视频录下来，陆秘书长一定会很满意。哎，好主意！哎，你们干什么？快点！干什么？放开我！住手！陆秘书长，你说什么？你就是鼎鼎大名的陆秘书长？陆秘书长，你可算是来了！这里有人冒犯我们启恒商会会长大人，我正在替你教训他。是吗？你说的冒犯会长的人是谁？就是他。就是。他不但冒充会长，还对咱们启恒商会出言不逊，搞得咱们启恒商会好像是他们家的一样。没错，陆秘书长，这个人虽然是我爷爷，但是我们家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你要是想处罚他，何必牵连我们啊？对，我们现在跟他可没有任何瓜葛了。他就是一个老无赖，自己没本事，还在这伪装会长，在这招摇撞骗。是啊，这个林洪江偷了只有会长才能保管的暗章，我当然要教训他了。毕竟我也是职责所在嘛。职责所在。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职责所在。陆秘书长，属下愚昧，属下不知哪里做错了，发这么大的火。气！陆秘书长，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呀？那丁理事他可一直都在维护咱们集团的声誉呢。陆秘书长，你怎么打丁理事啊？这明明林洪江他才该死。你说什么？你说他该死啊？我看你们一个个都他妈活腻了！陆秘书长，老打我们干什么呀？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打你们都是轻的，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会长，让您受惊了，属下来迟，请您责罚。
见没？他是会长。什么？你说什么？你说我爸他是商会会长？什么？这怎么可能？这老头怎么可能是会长？丁理事，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会长，会长饶命啊！属下有眼不识泰山，属下狗眼看人低眼，你就当把我当个屁放了吧！爷爷，你真的是启宏商会的会长啊！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呀！难道你真的是启恒商会的会长？是不是我？刚才陆琛的话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林斌、林静怡，从小我就教育你们尊重长辈，明辨是非。看看你们现在，你们真让我骄傲啊！陆秘书长在，林斌、曹美凤、林静怡这三人趋炎附势，目无尊长，已不配与我林家有任何瓜葛。从今日起，他们三个与我林洪江、启恒商会再无半点关系。是，来人，把他们赶出去。爸，会长，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好啊，我可以不开除你。陆秘书长，咱们商会还有什么空缺的职位没有？启禀会长，新型汽车生产线的碰撞实验室还缺一名假人。是什么？来人，给丁理事投最高的人身伤害险，送他去碰撞实验室报到。求你了，会长！求你了，会长！会长，给我次机会，会长！哎呀，真是自作自受啊！让各位见笑了。现在我宣布，启恒商会投资大会正式开始。会长，投资大会已经圆满结束了。林斌一家三口的房产、资产均已冻结，如今他们只能住在城中村的廉价出租屋里。让他们吃吃苦头也好，免得今后再做出那种嫌贫爱富、背信弃义之事。是，会长，还有一件事，您在海外打拼时的女弟子崔淑妍已经入住商会旗下的酒店，她正在筹办首尔清溪大学校友会，希望您能够届时以学校创始人的身份出席。淑妍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终于还是找来了。当年他家道中落，被商业对手算计至濒临破产，恰逢我以私人身份赴韩国拓展海外市场，见他聪慧果决，默立收为女弟子。20多年了，也不知道他历练的如何了。通知下去，这次清溪大学的校友会，我将亲自出席。崔校长，校友会的各项事宜已经安排妥当。这是本次校友会翻译员候选人名单，请您过目。林静怡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崔校长，根据调查，她是您师父林洪江唯一的孙女，一直想来清溪大学深造。原来如此，那就由她来担任本次校友会的翻译员。如果表现优异，直接录取。是。这是我送给师父的第一份重礼。哎呀，这什么破地儿啊，倒出一股酸味儿，这我们怎么住啊？就是啊，爸，你真打算让我们住这种地方？脏死死了！资产已经全被你爷冻结了，身上就这么点钱，能租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你愿意住就住，不愿意住就走。你这什么话？我们娘俩跟着你就是过来吃苦的，你要是不愿伺候，那就离婚。你要跟我离婚？好，要不是你撺掇着我跟我爸断绝父子关系，我能沦落到这种地步吗？你要跟我离婚是吧？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哎，你干什么？
还真要跟我离婚呀？你们不要再吵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赚钱，要不然咱们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爸妈，你们快来看，这次清溪大学的校友会邀请我当翻译员。这次清溪大学的校友会邀请我当翻译员。什么？哎呀，这怎么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这静怡的小舅可是在清溪大学当实习助教，这校友会正好缺翻译，这是要给我们静怡一个机会呀！太好了，静怡，这可是你小舅的面子呀，你可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如果能搭上清溪大学这条线，以后进名校、找好工作，全部都手到擒来啊！没错，放心吧，爸妈，我肯定会好好努力的。到时候就让我那个不靠谱的爷爷看看，咱不靠他也能飞黄腾达。哎呦，你们看看，这可是清溪大学崔淑妍女士亲自点名啊！我的女儿出息啦！崔淑妍，我听说过她，她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商业女强人，经高人指点，创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她旗下的资产可是启恒商会的10几倍呢！哇，是吗？那这个机会可得好好把握，在崔校长面前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别说去清溪大学了，就算去他的公司当高管，那都不是问题。那个时候，咱们一家3口就会飞黄腾达，把你那个爷爷死老头踩在脚下。哇，哎呀，这清溪大学的实力，这果真不是吹的呀！你看这布置，哎呦，哎，快！你看这水果都是进口的，哎，你看这服务员都是俊男靓女啊！我听说呀，这次来参加校友会的，不是跨国公司的 CEO， 就是学术界的大牛，这随便一个拉出来，都能上财经板块的头版。静怡，咱家的宝可都压在你身上了啊，可得把握好这个机会，在崔校长面前好好表现。放心吧，妈。等会儿翻译，我保证字正腔圆，每个术语都精准无误，肯定让崔校长一眼就相中我。好。好。林会长，崔校长正在赶来的路上，还请您多多担待。哎，爸妈，那不是我爷爷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就是啊，他虽然是启恒商会的会长，但说到底，他也只是个暴发户，怎么可能来参加这么高端的校友会？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明摆着吗？내가 오늘 도미게 팬캔 말하면 바보가 요크는 말하면 교냐? 내가 제부케야. 내라 힘 케라부케야. 哎，我算知道，这就是明摆着。他不就是仗着自己会说2句韩文，就想抢静怡的翻译的位置？这老头的心怎么这么黑呀？林洪江，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你冻结了我们家的资产不说，还想来捣乱，毁了静怡的前途。我告诉你，你以为你这还在境外吗？我都不信你能在 H 国还能一手遮天。我告诉你，没门儿！今天只要我在场，谁也别想影响静怡的这个前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今天是来参加清溪大学校友会的，至于你们说的什么捣乱，我不清楚，也不关心。你少在这跟我装！这清溪大学可是顶级学府，不是你这个暴发户能来的。你当真我不知道？就是啊，爷爷，别装了，你根本就不是清溪大学的校友，别仗着自己会几句韩文，就想顶替我翻译员的名额，借此攀上崔校长的关系。爷爷，我知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但是你知道这次翻译的名额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也太狠心了吧！好，我明白你们说的什么意思了。原来是崔淑妍选了你作为这个校友会的翻译员，看来淑妍真的是有心了。你知道就好，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一手遮天。我们家静怡可是崔校长亲自选的这个翻译，你如果识相的话，赶紧滚，别在这丢人现眼。林斌，你还在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如果影响了静怡的前途，我告诉你，咱家还有活路吗？哎，你还犹豫什么？别以为你爸有点臭钱，可他给我们半分了吗？你就不配是一个长辈。就是呀，爸，你忘了，他
他是怎么冻结我们资产，让我们住出租屋的吗？等会崔校长来了，我们怎么交代呀？爸，不，林会长，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请你马上离开，否则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什么？你要对我不客气？林斌，你就这么相信他们两个说的话吗？没错，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所以你就别再来纠缠不休。别等一下崔校长来了，看到你在这儿，还以为我们跟你有什么牵扯呢。好啊，这就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好儿子吗？为了攀附权贵，连最基本的孝道和良知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林洪江，你别在那说有的没的。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个长辈，还有半点羞耻，就不要在这儿闹。如果你耽误了静怡的前途，我跟你没完。是吗？你们以为崔淑妍选林静怡做这个翻译员，真的是看上了他的能力？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这20年所得到的一切，包括你们现在，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否则你们连这个校友会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胡说！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崔校长明明就是看中我的能力，跟你有什么关系？没错，堂堂清溪大学，那可是最注重文化底蕴的学术殿堂，不是你这种暴发户能玷污的。识相的赶紧滚，不然我就叫人了。叫人？好啊，那把你们的后台都叫出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在你们背后撑腰。好，这可是你说的，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别以为自己有钱，这可是清溪大学顶级学府，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有多嚣张。就是啊，爷爷，我实话告诉你，我小舅是清溪大学的实习助教，那可是崔淑妍崔校长面前的红人，只要他一句话，就能让你滚出去。静怡，别理他，等一会儿我就给你舅舅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处理。我倒要看看这个文盲到底还能放肆多久。崔校长，你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很好，我还要去挑一件贵重的礼服，你先去接待一下老师。啊，记住，见到我师傅之后，你务必打起20分精神，不可有丝毫差错。哦，崔校长，这个您放心，我保证不会让老爷子受半点委屈。好。校长慢走。喂，文辉，立刻来校友会，这里出大事了。什么？姐，你说什么？这静怡不是参加校友会，是被崔校长点名要的翻译吗？这倒好，这林洪江过来捣乱，还要抢静怡的翻译的名额。林洪江那个老东西怎么会在那儿？谁知道他安的什么戏？你还不赶紧过来，把他给我轰走！江姐，你放心，我现在就过去。喂，崔校长交代过了，让我们打起20分精神，不能有丝毫差错。现在有人不长眼，在我们校友会上闹事，你召集所有人，跟我现在过去一趟。听到了吗？我弟弟马上就要过来了，一会儿有你好果子吃。识相的赶紧滚，不然我就叫人把你抬出去。就是啊，爷爷，你现在走还来得及，要不等我小舅来，让你下不来台。哼！收起你们的春秋大梦吧，区一个实习助教，也配说让我下不了台？我看你们还没这个资格。你装什么呀？这里可是清溪大学，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清溪大学的创始人吧？你说的没错，清溪大学正是我20年前所创办的。你们所谓的崔淑妍崔校长，正是我当年亲手教过的学生。爷爷，你没发烧吧？你说你是清溪大学的创始人，我看你是看小说看多了吧？爸，快说说他呀！爸，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想找回场子，但是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这里是清溪大学的校友会，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何笑，你所谓的神坛不过是我的过往。20年前，我在汉城创办清溪大学，这里的一砖一瓦
都凝聚着我的心血。爷爷，你别瞎话编的也太离谱了吧！你要是清溪大学的创始人，那为什么崔校长从来没有提过你，反而点名让我来做翻译？这说明崔校长根本就不认识你。行了，静怡，别理这个疯佬，等一会儿你舅舅来了，就会把他给轰出去。你们以为曹文辉这个所谓的实习助教，真的靠本事进了清溪大学吗？要是没有我的默许，恐怕他连这所大学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行，爸，你今天是铁了心要毁掉静怡的前程是吧？好，既然你这么喜欢演戏，我们就陪你演到底。等下崔校长来了，我看你怎么圆谎。哎，我看是谁在校友会上撒野啊！哎呀，文辉，你终于来了！这个糟老头子，他真是疯了！他竟然冒充清溪大学的创始人，还要抢静怡的翻译的位置。他这是要把我们一家人往死路上逼呀！就是啊，小舅，爷爷他完全不讲道理，还说要把我们赶出去呢。曹文辉是吧？你来的正好。既然你一直待在舒言身边，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那你告诉他们，我是谁？你他妈不就是个乡下的糟老头子吗？我他妈还能不认识你是谁？清溪大学的创始人，我呸！哎，文辉，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对吧？姐，静怡，别怕，像这种大街上随便抓到的一个碰瓷的老骗子，我他妈见多了。小舅，还是你有见识，要不是你今天来了，我们都信了他的邪了。爸，听见了，文辉他可是清溪大学的实习助教，连他都不认识你，还在这装什么装？曹文辉，你口口声声说我是骗子，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招进清溪大学的？你这个所谓的实习助教的名号又是怎么来的？你胡说什么？我曹文辉可是凭真本事进的清溪大学，那是崔校长看中我。就凭你那连韩语都说不利索的水平，那也叫本事？我告诉你，当初要不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我随便写了一封推荐信，你恐怕连清溪大学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我当年进清溪大学的推荐信是你写的？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爷爷，你编谎话也编个像样点的吧？我小舅可是靠自己实力考上的，怎么可能跟你有关系？我看呀，你就是看不着我们家好。没错，彬彬，这文辉的推荐信不是你弄来的吗？你快给大家解释解释啊！爸，别在这危言耸听了。当初那封推荐信，可是我求爷爷告奶奶，联系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足以撼动整个学术界的大人物，他怎么可能是你写的？林彬啊，林彬，你费尽心思搞来的那封推荐信，推荐人正是我林洪江。当年念及旧情，不想让你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所以我才没告诉你真相。没想到你竟然把这份恩情当成了别人的功劳。你胡说什么？推荐人是你，绝对不可能！怎么，你们不信？那可以调取当初的备份资料，你们亲自看一看。曹文辉，既然你在清溪大学做实习助教，那这件事对于你来说不是很难吧？哼，老东西，这可是你说的。推荐信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云文档，在保险柜放着，我这就调出来给你看看。林洪江啊，林洪江，你这是哪来的自信啊？这非得说这推荐信是你写的？等一会儿曹文辉把这个证据调出来，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就是小舅，赶紧把证据调出来，等会儿就让这个骗子原形毕露。爸，我再叫你一声爸，如果你还有半点廉耻，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样子，为了一个虚名，连儿子孙女你都不认了，你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吗？值不值得不是由你们来评判的，我只知道人活一世总得守住点什么，而你们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竟然丢了最基本的敬畏和感恩，这才是最大的可悲。老东西，我看你他妈还要装到什么时候？这个电子文档我已经调出来了，这上面跟你他妈有半毛钱关系吗？哦，那你帮我看看
这上面是不是用了清溪大学专有的竖排信笺？开头写的是不是自有曹文辉先生，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特推荐入职我校？落款是不是有汉江钓叟4个字？这上头虽然没有落款，可是他说的信笺的笔法，开头的措辞，竟然和林洪江说的一模一样。这么说，这封信真的是他写的？不可能，让我看看。小舅，这信笺和开头的话说的是跟爷爷的一样。不是，不会，这怎么回事？这汉江钓叟是谁呀？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汉江钓叟是崔校长最敬重的恩师，是清溪大学的名誉校董。我以为他是传说中的人物，没想到是真有其人。那这20年前，我在汉城创办清溪大学后，便退居幕后，潜心学术，偶尔垂钓汉江。舒言便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曹文辉，你今天能站在这里，成为所谓的实习助教，全凭我当年的一句话。这不可能，林洪江，你就是个骗子！这汉江钓叟那可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是你这么个糟老头子？这汉江钓叟那可是清溪大学的图腾，就连崔校长都得对他毕恭毕敬的，你怎么可能跟这么大的人物扯上关系啊？这文辉，你是不是搞错了？姐，可是这信笺的笔法、格式，怕是只有崔校长和名誉校董可以调取，这假不了啊！那这么说，爷爷，难道你真的认识崔校长的恩师啊？不仅是认识，我就是他。当年我偶尔在汉江垂钓，舒言这孩子觉得我有趣，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怎么，现在你们信了？不可能！就算这封信是你写的，也只能说明是你运气好，是你遇见的大人物，并不能证明你就是清溪大学的创始人。没错，林洪江，你别拿这个陈年旧信来这糊弄我们。哼，这是清溪大学，你认识人又怎样？那是以前的事情。现在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现在跟清溪大学已经没有关系了。文辉，不要跟他啰嗦，赶紧现在叫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林洪江，你根本就不是汉江钓叟，这种顶级的宴会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爸，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把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翻出来讲。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就像一个小丑。没错，就算你是汉江钓叟又能怎么样？我可是崔校长亲自点名聘用的翻译员，我小舅可是清溪大学的实习助教，那崔校长很明显要看中我们这边才对啊！执迷不悟，简直是执迷不悟！你们以为这翻译员的名额就能靠你们那样微不足道的关系能拿到的吗？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你不就嫉妒我们家静怡有出息，嫉妒我们文辉在清溪大学有本事吗？文辉，别跟他啰嗦，赶紧叫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别让这个疯老头坏了崔校长的校友会。好的，姐，我就让这个老东西看看我曹文辉在清溪大学真正的实力。保安，是，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架出去，别让他脏了我们的地毯。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看谁敢！林老先生，让您久等了。崔校长还在赶来的路上，他特意叮嘱，让您在主位稍后。不是啊，这位小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他是我们家那个被赶出来的老爷子。认错？全南省敢冒充林老先生的人还没出生呢。林老先生是我们校友会的特邀贵宾，也是我们校长最敬重的长辈。你们又是谁？我们是林先生的家人，我们这一家人闹着玩呢，是不是老头子？哦，请问林老先生是这样吗？这些人与我无关，他们在此喧哗，影响校友会的秩序，你看着处理吧。既然林老先生说你们与他无关，那就请你们现在立刻离开，
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凭什么？我们静怡可是崔校长点名要的翻译员。翻译员，就算你们是崔校长点名的翻译员，也不可以做出任何对林老先生忤逆的行为。现在，请你们立刻出去。骗子，都是骗子！你一直在伪装大苦，不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你是清溪大学的创始人吗？真的是煞费苦心呐！妈，风言风语，我看你简直是没救了！我呸！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校的秘书，你们都是同伙。对，就是同伙。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小舅，你认不认识他？你要是不认识他，他就是我爷爷花钱找来的演员。我堂堂清溪大学的实习助教，怎么会认识这种垃圾？清溪大学没有这样的员工，崔校长也没有这样的秘书。爸，为了骗我们，真是煞费苦心呐！这么恶劣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还有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崔校长秘书，你可有证据？证据是吧？睁开你们的狗眼，给我看清楚！这是清溪大学的内部工作证，全球仅此一张，上面有崔校长亲笔签名和学校的防伪钢印。现在可以证明我和林老先生的身份了吧？假的，这都是假的。没错，肯定是假的。像这种顶级的工作证，怎么可能落到一个帮骗子行骗的女人身上？小舅说的对，爷爷，你真的是为了圆这个谎，连脸都不要了。这个秘书的工作证肯定是你花钱买通人偷来的。爸，你竟连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你让我们一家人的脸往哪儿搁呀？偷了！你们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既然你们不信，那我就打个电话，让你们心服口服。我让开！装，你接着装！你他妈今天能装到什么时候？哎呀，行了，跟骗子废什么话？赶紧让保安过来把他们给轰走，省得脏了大家的眼睛。你们还愣着干嘛？这两个人伪造证件，私闯会议，意图行骗，把他们两个给我打出去！出了事我负责。上！松开！住手！师傅，舒言来晚了，让您受惊了。无妨。崔校长，您刚才叫他什么？师傅。崔校长，您是不是搞错了？这个糟老头子怎么可能会是您师傅呢？放肆！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对我的恩师清溪大学的创始人无礼！这是真的。完了，创始人？那刚才我爷爷说的都是真的。哎呀，你们知道就好。舒言，这里由你全权处理吧。好，来人。哎，别，那个崔校长，您看看我们静怡呀，他可是你亲自选的翻译员啊，你不能因为这个糟老头子就否定了我们静怡的努力呀！你可别被这个糟老头子给蒙蔽了呀！哼，林静怡是吧？你能做这个翻译员，不过是我看在林老先生的面子上，给你一次学习的机会。什么？现在看来，你连最基本的为人处事都不懂，这个机会你也不配拥有。不要，崔校长，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我一定。够了！我做过的决定，别再让我说第二次。还有你曹文慧，你身为清溪大学的实习教授，不但不辨别是非，更是助纣为虐，该当何罪？崔校长，我这就向你和林先生道歉。我这就和林斌他们一家断绝关系。林大人有大量，您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一次，给我开一面吧，崔校长。完了！即日起，你被学校开除了。这不是全完了吗？林斌、曹美凤，你们二人不仅对林老先生无礼，更是公众场合撒泼打滚，扰乱秩序，真是其行可比，其心可诛。爸，我错了，求你再原谅我一次，我一定好好孝敬您，再也不跟您作对了，爸。爸，你大人有大量，我给您磕一个。静怡她还小，她不能没有这个机会呀，爸。完了，早知今日，你们何必当初？当初你们怎么对我的？
如今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舒言，是，按规矩办理。来人，将他们给我逐出宴会厅，以后清溪大学的任何活动都不允许他们参加。别，爸！师傅，这普洱是今年春上的头采，是我从云南特意给您空运过来的，您尝尝。不错。师傅，您以后就住在这里，想喝茶、想看书，都没人打扰您。还是舒言你懂我呀，这茶呀，就像人一样，经了风雨才有了回甘。舒言啊，这些年你在韩国帮我打理那些资产，辛苦你了。师傅啊，您说这话可就折煞我了。当年要不是您收我为徒，哪有今天的崔舒言呀？对我来说，您不仅是我的师傅，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长辈。唉，崔校长，这是林老的信。师傅，这是林斌的信。哦，师傅，爸，提笔写下这封信时，窗外正下着雨。这一年，我和美凤、静怡搬回了那个我们刚来城市租住的小房子，没有豪车，没有别墅，甚至连静怡心爱的钢琴都买了。这一年，我做着搬运工，美凤去餐馆收购盘子，静怡也学会了自己洗衣机做饭。我们从云端跌落泥潭，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最该珍惜的东西。以前总觉得你老了，跟不上时代，给不了我们想要的富贵。现在才知道，我们丢掉的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亲情。爸，我们错得离谱。如果你还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想回家，哪怕只是陪你说说话，给你端杯热茶。师傅啊，您愿意原谅他们了？路是他们自己走的，能否重新站起来，还要看他们自己